用朴素的茶具还原真实的茶品。大家好，我是侦茶君普文，又到了普文讲茶的时间啊。今天我们主要讲的一个内容还是一个茶友寄回来的一个茶，这个茶大家看一下，寄回来的老班章茶，倒到玻璃来做一个评测。这个茶一共是8.5克，大家来看一下，这是一个饼茶撬出来的一个茶。好，我们来闻一下，这个干茶香还是挺香的。好，我们来闻一下杯子，公道杯，盖碗，我们把全部的茶投到盖碗里面去，我们来冲泡一下这个茶会怎么样。单点注水，开汤的时候水尽量比较满，因为饼茶的话我们可以停留5秒钟到10秒钟让它有一个打开的时间。这个汤色非常不错，比较洁净，很香一种蜜香，这个香气也比较纯。大家看一下，这个汤色也非常不错。这热汤当中还有一股奶香，淡淡的。这个茶从热汤当中来闻，这个杀青它不是很重而且是春茶的那种香。我们来闻一下这个冷杯香，蜜香可以，非常浓郁。好，我们来冲泡一下，喝的第一泡，1锅茶条即可，4到5秒快速出汤，盖碗里面的水要沥干净。大家看一下这个汤色，个人觉得这个汤色非常好。这个汤色来看，它的杀青保留了一定的活性待会我们来看这个叶底，这个叶底相对来说会比较绿一点，这个香非常不错。我们来品鉴一下，苦跟涩都比较低，但是这个茶具有茶气但这个茶不像今年的新茶，应该是2019年的茶。好，我们来泡喝的第2泡，生津能力非常强，它已经有生津了，气感非常足。我们立马出汤，我们暂且不去评判它是不是老班章我们先来评判它的做工如何，它的杀青如何。大家看一下，黑糊点非常少，几乎就看不到黑糊点因为普文在泡制的过程当中没有用滤网，汤色这个杀青它是做的非常好的。入口苦涩几乎没有，咽下去之后它自然有一种向下走的一种感觉就到嘴里这个水化开的那种感觉。从这个品茶的过程当中发现，但是这个茶纯度非常高，口感它的饱满度也是比较好，而且它的杀青温度控制的都还比较不错，气韵比较好。好，我们来泡喝的第3泡，略微因为茶比较新，然后色底还是有回甘的甜度。好，大家看一下这个汤色，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汤色，这个茶的做工它是相当可以的。我想跟这位茶友说，其实这个茶的转化它日后会非常好，无论从它的汤凉到杀青到揉茶，从汤中我们能感受到工艺做的是相当可以的，很少有白糊膜，而且汤的清透度特别高从这几个要点来评判，普文告诉大家，这个茶的日后的转化会相当好。这个茶如果是真正的老班章，这个茶不会低于8000一公斤的价格。但是具体是不是老班章，因为这个茶比较稀碎，整体的叶面我们没法完全看到，普文只能对这个口感来评判茶接近，其实非常接近。做工好的老班章并不是大家所宣扬的所认为的，它的这个茶入口很苦，但是能化。其实入口很苦从工艺上可以做到的，真正的一个好的茶的制作，它一定是会去降这个茶青本身的苦涩，然后来得到一个相对饱和饱满的一个汤感，不是那种苦涩特别强，然后在嘴里说能快速化开的，其实做不到的。任何普洱茶苦涩很强，在入口之后即化，这都是吹牛的，没有的。
我们只能在真正的工艺制作上尽量减少苦于色，但是减少苦于色的这个工艺我们怎么做？普文其实在前几期的视频当中有所讲到。其实这个茶是一个好茶，我买这个茶其实是买对的，唯一一个缺点就是底是稍微有点大啊。制作工艺来说，大家看一下这个汤色，其实是非常清透的一个汤色。真茶当中这样的汤色，就是黄绿色的汤色，它是相当完美的一个汤色，并不是那种黄金汤啊，几乎看不到草糊的点，只是一个茶碎。这个茶其实做工非常好，这也是普文所赞同的一种制作工艺，而且能使普洱茶后期纯化能转化的一些工艺，越转化越有饱满的口感在一定时间范围之内就是说整个30年、40年、50年都能很饱满，那不现实实话实说。从这个茶的口感来评判普文直接告诉大家，这个茶并非是今年的新茶，因为今年的新茶的口感，春茶它的青味会更明显一点，就是茶青味会更明显一点。像这个茶是有一定的陈化略微的会带有一点点的小陈味，偏向于有一点梅子的口感，微微的梅子的口感。所以说这个茶是放过1年的茶，我们通过视频可以向这个茶友求证是不是放过1年的茶。大家看一下这个茶颜色的鲜艳度饱满度它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个茶青在制作过程当中它的活性是制作的比较好的，这个茶的杀青程度在6-7成左右，在日后的转化它会相对来说会比较好。我们随便找一个叶子，大家看一下，它打开之后很少会有糊点它的制作杀青的温度控制的都是比较好，做工整体来说是比较好的一个茶。你看普文这样揉过之后，叶底还是能直接打开，还是不破损的，不会腐的那种，说明这个茶制作工艺是到位的。好，本期关于这个茶友记的老班章这个茶评测，它的工艺上是制作是比较好的，比较完善的，这个茶也是比较适合纯的适合转化的过程当中，它没有闷发而且是及时散热的一个茶然后揉茶也比较轻，不是重揉茶，所以叶面的整体的活性保持的比较好。但是这个茶是不是老班章，我们不来做一个评判，因为茶友寄给我的叶底我们找不到一个完整的叶底，所以普文不能完全断定这个茶一定是老班章和一定不是老班章所以我们不对这个茶具体是哪里的山头哪里的树种做完全的一个判断。但是普文可以断定这个茶是一口料一定是一口料，因为它汤感喝进去的鲜活度纯净度非常高普文实话说，这个茶树龄它不是特别大，也不是特别小。好，本期关于这个茶的评测普文就做到这里，感谢这位茶友给我寄来3款茶让普文评测。普文认为这一款茶的制作工艺比前面2款更好，一款布朗山，一款华族娘子优秀很多。这个是普洱茶正常的制作工艺，而且这个工艺值得提倡。本期视频就讲到这里，喜欢普文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普文，普文一定会为大家带来真实的茶评，真实的原产地，真实的评测。谢谢大家，我们下一期节目见。